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赵世界什么都聊。我想今天大家应该都蛮期待我今天邀请的一个大咖哈，但是呢，这个大咖非常特别。你说他是演员嘛？他确实是个演员，而且还得过奖。你说他是个生意人嘛？其实他做生意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人是谁？我想你们都瞄到了啊，陈润祥，陈老师，欢迎你。大家好，大家好，老师欢迎啊！大家所有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好。在疫症当中，大家都要心怀喜乐，要感恩，对吧？要更加珍惜眼前人。OK， 老师，我们先简单让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你最近在忙什么？大家好，我是 Anthony 陈瑞强，是一个香港人。然后呢，我在20多年前呢，我就是投入就是做 marketing 跟 communication 有20多年的经验。然后4年前呢，就被人家发掘了做那个影视和拍广告。然后现在我是一个怎么说大叔级的一个大叔。我像啊，其实也蛮年轻的啊。在一些作品里面，我都是饰演一些40来岁的角色吧。是。然后这一段时间虽然它是有疫症，但是呢，就是我相信这个全球的事情了。然后我也有拍一些广告，还有拍一些学生的毕业作品，还有一些独立电影然后就是令到自己要心怀喜乐。OK， 但是你以前好像不是学这个行业的哈？其实都是擦边球吧。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读 communication 就是读那个电影、电视，还有那个公关跟广告，然后还有新闻。然后但是呢，我毕业之后呢，就是加入了一家 marketing 的公司，然后一直以来都是做很多品牌的营销或者是那个市场推广吧。是，对。你可以告诉我们，你以前做 marketing 有经历过哪一些比较特殊的 case 吗？或者 project 可以跟大家聊聊吗？可以啊，首先非常感恩所有以前聘用过我的老板，包括了一些就是国际的品牌，像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那个法国的牌子。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是还比较帅吧。那个时候我是 Louis Vuitton 的那个 PR 然后呢，对，然后我也做过电灵珠宝。那个时候我是在中国大陆，就是南中北就是常驻的。然后也做过大班冰皮月饼。然后现在跟我们那个年代的老板还保持一个联系。那很好啊。对。那后来怎么会想要进入演艺圈呢？应该是4年前吧。4年前就是有一部电影叫《中英街1号》对。然后他都是后来就拿了日本的一个电影的大奖，就代表香港。然后当时导演想找一个就是2文3语的，因为在电影里面我要说普通话，要说粤语，还要有英语。那个电影是关于1967年香港暴动，然后呢，就是我是一个领袖，然后就鼓动一些就是人去参加那个所谓暴动吧，我们俗称叫叛乱头子。叛乱头子，对，开玩笑。对 ，OK， 对。然后呢，后来就拍了一部就是后来就拍了《怒火》，就是最新的那个，就是我做那个甄子丹的律师吧。是的。然后最难忘的就是拍那个《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它是那个应该3年前一个国庆级的电影，因为它是说就是新中国1949年到就是最近的事情。然后我做的那一段呢，我是和任达华、惠英红，我们是电影里面3个唯一讲广东话的，就是一部整部说普通话的电影，但是我是说广东话，因为我们那段故事是说回归，然后我就是就负责回归的那个领导人，他的手表坏了，然后就找了我就去修理，然后我找了所有的就是所谓的专业的人士都修不好，反而呢我在街上找了任达华，他是在街上修理手表的，我找了那段很经典了。然后他太太好像是一个警察对，就是惠英红，对，就惠英红是魏老师演的嘛。对，然后呢，这个电影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说
我试镜的时候，因为薛晓路他是一个非常飞升国际的中国导演嘛，是，然后但是他不懂讲广东话，所以试镜的时候呢，就是要我就是非常流利的普通话，然后但是拍摄的时候呢，还在争议当中，究竟我们应该是讲普通话还是讲广东话？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导演他都就是希望就是回复，因为我们在香港1997年，应该当时也是，就是我们的广东话还是我们的就是母语吧。母语，对，当时还是母语，就我们讲的方言母语，对。对对对，那所以这个电影我觉得非常光荣了，因为后来我知道它的票房35亿人民币，没错，所以我觉得哇，原来自己竟然在中年的时候可以参与这么伟大的一个作品。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部作品，就是就快跟观众见面吧，就是那个打个广告给我们透露一下。对，是叫一路同行。同就是眼睛的那个同。眼睛这个同啊，瞳孔的瞳。对，然后呢，惠英红就是饰演一个盲人，然后她的丈夫就是吴岱融。然后对，然后我就做一个州议员，就是议员，就是对，民意代表。对，民意代表。然后这个故事很感人，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机会上映的时候呢，就可以看这个电影，因为他在说就是两夫妇呢是一个盲的人，但是他女儿是开眼的，那所以这个中间有很多很感人的。我记得提大家要带纸巾进场。有这么感人这么催泪吗？对。那大概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内容呢？故事内容就是说一对盲的夫妇，是他生了一个孩子，是那个吴千语是开眼的，然后呢就是两代人呢，或者是盲人跟开眼的人之间会有很多生活上的摩擦，还有亲情啊，所以整个故事都是都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让我非常提议大家去看这个故事。太棒了，太棒了。好，那陈老师，我们再聊聊哈。其实你的作品不少虽然你出道并不是很长时间哦，我怕你的作品会特别多对，首先要非常谢谢剧组，因为所有的机会、所有的荣誉其实都是别人给的，然后自己去争取。老师你好谦虚哦。对，我比较搞笑的就是我原来就是在这过去的4年。我在电影、电视、广告，还有就是一些宣传片呢，我总共当了14次医生啊，不同的医生都做过了，妇科的、儿科的、癌症的、肿瘤的，是还有那个什么都做过了，是，然后就做了7次律师7次啊，然后。对，solicitor 跟那个就是不同的就是 lawyer 然后呢就做了5次的工程师这些都是在我前半生从来没做过，也没有想象过我可以做到的角色，而且这些角色都是很专业的角色啊。对，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那个导演就挑了我去做这些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感恩因为我前半生没有做过这些职业，对，然后在下半生人生才刚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干了，对，然后呢，当然呢，就是另外呢，我也做过关公我知道那部片挺有名的，观众朋友可以看我怎么做关羽，是的，那个我也谢谢当时的导演，其实我应该是历史以来个子最不高大的一个最瘦小的一个关公但是在荧幕上面还可以吧，因为在荧幕上面我要去舞关刀啦，还要搞笑啦，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搞笑版的关公然后我也做过3次的吸毒的人这个角色最难演了，对，你看我们身边很多也是演员老师请他们演戏，让他们挑最不想演的角色，大部分讲的都是道友对，因为那个角色的情感各方面你拿捏不住的，除非你真的干过了，也不一定演得好。
首先呢，就是说，就是当导演给了我这个角色之后呢，其实，要看他给我的准备时间吧。就比如说，这平均他们都是给我2个星期或者是1个星期。那首先你要减肥啦，在这2个星期里面，你要急速的把自己去调整自己。首先就是那个身体的状况，就是说，首先不吃饭啦，这个是基本。瘦下来，你不能像我这么胖就不像道友了啊。但是呢，我只吃肉，我不吃饭，但是吃肉跟这样会瘦吗？会。这个，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是真的记着我所说的，就是说你想减肥呢，其实就是千万不要戒肉，一定要吃肉，一定要吃肉。当然这个是血型饮食法的一种呢，就是说我反而我是吃肉，然后吃菜。当然呢，就是喝多点水，是，然后呢就狂做运动，然后呢在那段时间呢还要把自己的皮肤弄得比较干旱，是吧？对，有点干燥啊。对，然后头发要比较脏，对，那所以然后自己的眼就是当然要适当的化妆啊，然后也就是比如说我做了一部叫《老童》。也最近参加了一个学生的作品，他们去参赛，对，然后就做一个道友吧，对吧？然后那个过程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人生当中我还是那一句，前半生我只是做 marketing 跟 communication，然后就是那个职业，虽然我做过不同的产品，但是职业还是 marketing， 但是后半生你忽然间就是你的世界不一样了，对，就像你这个节目叫 Manic World， 开始燥起来了，对，火起来了。然后你忽然间觉得，哎，原来在一部戏里面，当然就是做男一、男二就最好了。对。但是如果你做不到男一、男二，一朵花它都有一个绿叶去衬托它。没错。对，就等于你看到我在刘德华的那个扫毒2，对，我是站在刘德华旁边跟他一起剪彩。然后其实当我跟所有人说的时候，他们说，哎，是你吗？然后他们看，哎，真的是你啊，那就说那我就很成功了。第一，我没有抢刘德华的镜头。是，风头焦点还是在刘德华跟林嘉欣身上。对。但是我在他旁边，就比如说，就是的确是我把那个手表交了给任达华，然后任达华把它修好，就在我和我的祖国。是，然后在那个怒火里面，我的确是我去那个劝甄子丹，就要识相点。对，识相一点，识相点，识相一点呀。然后再还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幻爱，因为幻爱最后好像在那个金马奖拿了代表香港拿的最佳编剧。那当然呢，就是我好像在这样好像跟这些电影去扯关系，但是第一我要强调，第一我的确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是，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怎么说，就是很努力的一个螺丝钉。Yes， 很尽职。我发现张老师你的很多作品都很尽职。我今天我还特意在节目做之前，我做了点小功课，我们一起来看你的一个表演，好不好？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个表演，因为我觉得很多角色都没有这么难演。好，我来share补一下哈。好，你来自己看看这一部是什么片子啊？这不叫人质，是一个叫就是 Daniel 周丹峰，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把他所有的基数拿了出来拍这个电影啊，这样的还有这个幕后啊。其实我特别喜欢你这一段的表演。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Back,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唱歌的是我，是你在唱吗？对，刚才那个就是 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呀，是你唱的哦。对。哇，声音很棒哎，像唱那个 opera 一样。好，开始啦。这一段是我觉得我特别佩服的一段演技。
这个粉丝们，你们可以好好看一看陈老师的表演，其實非常到位的。喂，係咩新聞啊？好啊，因為心靈睇新聞嘅你，唔係10分鐘俾我 report 我。，yes sir。這時候這個人質的角色嘛，我就係鐘偉興，對而家呢單 case 咧就係由我 in charge 嘅。等咗你好耐啦。我係江日和，你啱啱同我講，我寶貝仔喺你手上，嗰個其實係我司機嘅仔嚟㗎，嗰日兩個僆仔着埋同樣嘅衫啊！你知我係咩人嚟㗎？我係出得嚟行嘅正當商人，很錯亂的情緒，靠嘅係個信字啊！即係唔係我唔想俾你啊？你有睇新聞都知而家咩環境㗎啦嚇？喂！你當時在演這一段的時候，是不是特別的糾結？对，因为呢，其实第一呢，就是我里面是有2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说，在表面上，我的儿子呢被人家绑架了，是，然后这个匪徒呢，他就在电话里面要威胁我要交出赎金，對不然的话呢，我的儿子就会死掉。對那所以我就是像你所说的一个纠结了啊。對，但是另一个层次呢，就是说这个是導演告訴我的，其實在內心上，其實我跟那個警察之間有一些恩怨吧，有些前仇，那就是他對我也就是你呢一定要保持強硬同埋直接，唔好手軟啊，江生。現在可以開始對啦，鍾 Sir 啊，我跟足你班手都叫我做嘅嘢㗎咯喎。我明，但係邊個話冇見啦喺度啊嘛？啫嘛，係咪啊？你可唔可以配合翻我啫？哦，OK。江生，我多謝咧你信任我嘅專業，我唔會再令你失望。通常然後就是你看到一方面呢，就是我的兒子被人家綁架了，然後這個匪徒在找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戲裏面有很多波瀾暗湧，波瀾暗湧裏面呢，就是其實我自己原來我自己也是很得體，有一些被人家抓住把柄，就被那個警察抓住把柄，所以在這個戲裏面有一點困獸鬥的意味，所以我覺得非常佩服，就是周丹峰導演，還有那個攝影師叫阿穩啊，他們年輕人就是共同設計了這個燈光跟這個場景吧。對，然後所以我覺得非常應幸的，在年輕的時候我也是讀電影，讀 communication，然後在我就是在做大叔的年齡的時候呢，還可以跟一波年輕人跟他們一起去就是說參與一些作品，然後這個作品他都有拿去不同的地方去放映。其實香港有很多像周丹峰或者阿穩這些有志氣的朋友。對，我們繼續看啊。好，需要的就是投資者。你真係講錯人啊嘛，嗰個都唔係我個仔，我做咩要俾3000萬你啫？印尼盾啊，3000萬，你有冇聽我講㗎？如果嗰個係我仔，又冇嗰3000萬啦，3個億我都俾你啦。你真係講錯人啊嘛！你識唔識做生意㗎？個司機嘅仔點值咁多錢啊？裡外這個糾結的戲真的很難。江生，你可唔可以冷靜啲啊？喂，你聽到㗎啦，鳩妹出場同我開價，你聽到
OK，我明，你一個叻嘅生意人，我冇否認啊。但係啲匪徒啊，又點好似你咁識貨啊？講重點啦，做生意咧你就最叻，但係捉綁匪咧我就係專家。我經驗話俾我聽咧，當一個匪徒受咗刺激之後，好有機會就做咗啲危險嘅嘢㗎啦。你聽過唔少？咁江 Sir，你啲英勇事蹟，那時候頭髮就這麼長了嗎？我真係聽唔少嘅。還是為了這部戲？唔係叫你上。对对对，因为首先就是他给了我2个星期准备。那这个角色跟我真人当然是有就很大的落差，很大的区别，对对，因为我真人还是比较相对比较斯文的。但这个电影里面，他就是说我的暗中的一个暗场交代，就是我是一个黑帮的一个领导人吧。但是现在我被人家剃眼眉啊，就是我的黑帮的大头，他的儿子被人家绑架了。是。但是其实整个都是一个骗案，但是那个结局我就不穿包。有观众有机会去看。总之，倒是戏中戏里面，大家所有都勾心挖角是吧？然后就是困兽斗，对，是。好，我们回到现场哈，这是一段非常好的，就是非常精彩的一段表演。你会发现，这整个表演里面哦，我觉得我蛮佩服陈老师里面这种不同角色的交集，这个是最难的。那你作为一个你没有这方面就是你不是从这个入行的手上来看的话，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这点是我觉得蛮佩服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去到现在这个我们说是大叔年龄的演员吧，肯定是不是就是我出道其实是真正目前出道是4年，但是过去呢20多年，其实我一直就是过去呢40多50年我一直在生活的。所以我每一个的就是我的中学荃湾官立中学，我的大学浸会大学，或者是我的 Master School Macquarie University，每个在我身边经过的老师同学人，或者是我出来工作20多年，他们每个人都是我后来的一些营养。就是说比如说我像表演，就是我当然我不可能做过律师，也不可能做过导游，对啊，但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就是一个模仿的能力，通过这个模仿的能力呢，也把那个角色就变成我自己。更好的就是说这么多年的就是自己有观察人生吧。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你所说的无论是戏剧感，或者是那个对白的那个处理，或者是那个身体动作啊，表情啊，甚至乎你刚才所说的头发，或者是眼镜，其实都是一种生活的体验。是，所以与其你说我就是触摸得很好，我反而就是谢谢我身边这么多年就是帮过我的人，爱过我的人，就是跟我就是人生穿插过的人都要很谢谢他们。对。OK， 好，那么最后我们想说，陈老师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也年轻过，我们也有明星梦过，我们也有这种表演欲过。那么在这方面，你是怎么给这些孩子们一些忠言，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建议呢？首先呢，就是说，表演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中学阶段，我非常谢谢我的中学荃湾官立中学。给了我很多机会去就是做戏剧，就是话剧，那个时代我在中学时代都参与了很多话剧，也拿过很多全港性的一些奖项，所以非常谢谢中学的老师跟合作的伙伴。然后，但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是第一呢，我自己觉得自己自身的条件，比如说我不是太帅，也不是很高大，不是很高大。那所以或者是我也没有6块腹肌是吗？那所以我就是觉得我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反而参与了 marketing 的工作。但是 marketing 的工作里面呢，也一直跟这个行业相关，因为第一我要负责去挑选演员，是，比如说我帮我的品牌做 marketing 做 PR 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要挑模特，对，挑声音演员，对，那有的时候中间其实我也自己要跳下去，就是就比如说穿插一下，
参赛一下。然后原来有的时候你自己不自觉的，就是你跟那个导演啊，或者是跟那些设计人员在讨论的时候，然后去了很多年之后，他就告诉我，哎呀 ，Anthony， 其实我那个时候觉得你说话挺好笑的，然后你模仿能力很高，然后他们就是给我一个想法。那所以在4年前，就是当我在转工作的时候呢，我在筹谋，就是我是继续找一个 marketing 的工作，还是去找演员呢？坦白说，做演员呢，我也给一个忠告给所有正在发明星梦或者是想进入这一行业绝对那个收入是不稳定的。对，不是每个人都是周星驰、周润发或者是刘德华啊，有很多像我们这样，就是在那个就是绿叶或者是一个我们叫特约演员，或者是临时演员，我们的工资、我们的那个收入，绝对某一个意义上面，你可以说是不稳定，甚至乎你可以说是羞耻的啊。但是人生去到某一个阶段，你不应该用你赚多少钱或者是来衡量，对，去衡量。就是说呢，比如说我反而有的时候在想了，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在中年之后，忽然间我的人生展开了，改变了。我做了14次医生，这是我前半生不可能想象的。对，做个7次律师也不可能想象，而且现在很特别的，我现在跟一些像读电影的大学生，我在过去的那4年，我除了拍摄了30部电影、30部电视剧，我还拍了接近20多、30部学生毕业的作品。哦，忽然间我就变成了他们心目中或者是口里面很感谢的 Uncle Anthony 呀。对，因为我原来他们有很多梦想，有很多的就是想拍的电影，像刚才那一部其实也算是一个独立电影，是那个导演他自己掏了自己的全副身家出来投资，然后拍了。然后我忽然间，原来就是陈瑞强去到某一个人生阶段是可以就辅助他们吧。就想象当年我20来岁做导演，就是读电影的时候，我也是求人家，你来帮我吧 Uncle Bobby， 你可不可以帮我饰演那个爸爸，饰演那个妈妈？那现在当他们一找我的时候，根本就是中间是很快的，我就这个角色怎么样？然后反而有的时候我就说，其实可以用你的原意，但是字眼呢，由于你真的是20来岁，我们真的是40来50岁，那个字眼可不可以改动？然后那个学生说，可以啊，最重要是表达到。那所以整个过程，我觉得在我现在这个年龄，还跟一波年轻人在工作，令到我自己除了享受一些前半生没有享受的角色或者人生之外，而且我的心境很年轻。是，所以这些经验最后就变成到我跟我的儿女相处的时候，忽然间，其实爸爸都挺年轻的，还可以yes 对，那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收获吧。是，然后通过这些一些表演又好，无论是客户又好，导演又好，剧组都好，他们都觉得Anthony 你好像没有受过正式的戏剧训练。对，我也是这么认为啊。对，然后你好像是4年前忽然间爆出来的，然后我就反而就觉得就是学到老做到，第一要学到老做到老，第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没有一些包袱，我没有一些包袱，你没有那种压力存在了，没有一个压力。对，他们就是说，我当然呢，我之前有很多就是舞台剧或者是配音的一些经验，但是舞台剧配音跟现在做目前真的是3样不同的东西。我记得我当初就是入电影圈跟电视圈的时候，一些导演都说，哎呀，陈瑞强，你的戏是不错，不过你讲对白呢太过字正腔圆。太正经了，太正经了，是，就是说有点像舞台剧。那我想一想，的确是因为我们那个年轻的年代，我们做戏剧，或者是我一直做戏剧，我们恐怕以前我们的那个收音的那个系统，那个 audio 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那个对白最后那一排的朋友都要听到。但是现在我们的那个收音那个系统啊，或者是那个 system 已经很好了，非常好。那所以现在我把刚才那套说话就说了，现在我们的那个收音 audio 是已经非常
完美了，非常 easy 啊。我就是说话就是像我现在一样，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多抑扬顿挫，也不需要那么正经。对，这个咬字要有的时候我们广东话叫略音，对吧？但是你略出来呢，你也不可以就是听不清楚。对，就只要是听得清楚，人家意味到你在说什么对白。就像刚才你说我的那个表演，我是做一个就父亲的儿子被人家绑架了，我又很紧张，但是我心中又有屎，我心中有鬼，我心中有鬼，对，我心中是有鬼的，但是我的确也很担心我的儿子被绑架了。然后那个警察呢，就是他也在威胁我，对，其实我也在威胁他。那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有的是好乱的那种情绪，真的很乱，好乱，那个情绪好乱。对呀，那所以我们就是说到对白就行了。就比如说像我非常之有印象，就是参与那个陈木胜导演的那个《怒火》，就刚刚《怒火》就是他在中国，只是中国都15亿人民币的，现在还在增长，还在飙，对，还在增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跟甄子丹就说，这个事情就这么着吧，是广东话，但是广东话说了，那陈木胜就说，哎呀，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就是就不要那么字正腔，对，不要那么字正自然一点，就是自然一点。那我想一想，其实也是的，生活里面如果就是那个收音的那个系统是做得好，其实你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这个事情就这么着了啊？对，其实这个事情那个被人家打的都已经没事了，你作为一个警察你的上司都已经没事了，是，那你为什么还那么紧张呢？是，那所以整个过程那个表演就更加贴近生活了。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看何李活的电影，我们怎么觉得啊，你的表演怎么那么的接近现实？你就真的是，因为现在的表演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更多的是注重剧情或者是那种很夸张的表演，我们讲夸张的表演，连化妆都很夸张，对不对？连动作也很夸张。对，然后呢，其实我刚刚开始的时候，除了是在那个语言，就是说不要那么字正腔圆之外，第二呢，那个眼神，当时我刚刚出道的时候，我是做关公啊，做关公是，还有做很多电影，然后因为有很多 close up， 很多 close up 就 close up 拍着我，对，然后我的眼睛，他们叫我乒乓球眼睛啊，乒乓球，因为我的眼睛是原来自己的不自觉在生活里面一激动一什么兴奋就会对，然后当你自己去反看自己的电影的时候，你看到哎呀，原来其实现在的那个电影太清晰了，对，所以你要把自己的那个表情要做微调，就是我们叫微表情。是的。那所以尽管就是有很多导演跟剧组给机会给自己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是的。那就是说，比如说怎么把那个眼睛调到一种自然一点、舒服的自然的眼神。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也跟廖启智叔啊，就是拍过一个电影，就是好像叫《疾风暴》，但是我不知道它每个地方它的翻译名字不同啊。然后我也跟智叔拍了他就是最后的一个广告哦。我在他身上就看到什么叫微表情啊，就说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不需要那样的，是的，对，我们就可以自然的。然后你在你的一个微表情里面，你表达到你的情绪在波动，或者是一刹那你有你的感觉。就等于好像就是《幻爱》里面吧，我举另一个例子，《幻爱》的那个导演呢，他就是我那个角色就是女主角的后父哦，然后就是剧情我就不透露了，就是其实就是说呢，我就看到女主角跟她的男朋友一起走过来，然后我要有一个在笔试当中又要看到一种就是你要告诉他你是很鄙视他的，但是你由于我是一个 blue blood， 你又不能讲出来，很高贵的一个人，有 educated 的，然后要给他看到我是很 educated 的，那这个中间你怎么样去平衡？就是首先你肯定是有点讨厌，对，但是你的讨厌又不至于就是令到你是那种很以前的就黑白的那种，但是
你是要表达你的那种自傲，或者是那种我们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贵气，所以这个中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要谢谢导演，要谢谢剧组，也要谢谢化妆啊，或者是全部的人啊，当然也要谢谢一些我们演员的中介，因为有了你们放胆给我去 casting。我再说多一遍，就是说，尽管有些角色我们好像做出一个小名堂的，但是这个圈子里面还是很现实的。我们每个角色都是就是去 casting， 就是有个角色可能有几十人甚至乎100人去抢这个角色，那你要在导演面前，在副导演面前你要表达。那也可以给一个忠告给想加入这个圈的朋友，就是第一，就像我刚才说的，收入是不稳定的。不是所有人都红，不是所有都赚到钱。是你真的是有个 passion， 你有你的那个喜爱这个你要把它真的是喜爱，就是爱这个东西，你才可以。兴趣啦，对啦，一个爱好。第二个话，你要接受你的阶段是常常是一个浮上浮落，对起落，对起落。因为比如说你做了幻爱这个角色跳出来了，有很多网上在讨论你了，或者是你做了那个我和我的祖国有35亿的票房了，是的，那又如何？你千万不要停留在那个阶段，因为下一个角色，对不起，我们有一个40来50岁的角色是老板来的，你还是要来做 casting 呀。对，然后最近有几次我去 casting 做医生，原来我就输了，就没有 casting， 对。你的心态一定要很自然平和，自然平和。就是说，当你胜利的时候，当你得到了一个角色，你不要以为自己很优势，其实只不过是在那一刻，你的客户、你的导演、你的剧组觉得你相对合适。对，当你失败了，拿不到那个角色，你也千万不要哭了，不要烦恼。对，因为其实不是你不好，只不过是有别的人比你更好。像我前一段时间拍了一个合理活的一个电影的 demo， 就是有何超仪，有何超仪，有李家鼎对，李家鼎就是做大哥，黑社会的大哥，我就是说二哥，然后何超仪就挑战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剧情我就不透露了好，那我很少做黑社会的角色，因为比如说很多导演或者是很多那个戏剧经纪人啊，或者是那个中介，他们都觉得你比较斯文的，你还是做医生，做医生律师吧。对，然后当我就得到那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市场上也有一波人在说，你凭什么跟我们抢这些黑社会的角色？难道也有斯文人啊，对不对？然后我就在想了，怎么会这么呢？就是说，第一，其实机会是剧组给我的，剧组给我的。第二，就是说，其实我也在开放我自己。就比如说，尽管我做了14次医生，但是我不会满足于我永远做医生。所以，当有那个怎么说，做关公的角色，或者是做那个道友，对，就是你是还有刚才做那个黑社会的那个角色大头子，我要是说粗话要抽烟，我平常是不抽烟的但是有很多的就是作品里面，我要一烦恼就是要抽烟，他需要的时候呀，对，然后那个导演就比如说有些学生导演就问我Uncle Anthony， 你介不介意抽烟？你首先你抽不抽烟？我说我不抽那你介不介意抽烟？我当然说不介意。事实上，我的所有的观众都不知道我原来是不抽烟的。这样的我不抽烟的。你的很多角色里面都抽烟呐。对啊。那所以那就是我要回忆一下，就是我身边的人抽烟的模样，然后那个手指。所以我觉得做了演员之后，就是比我以前做 marketing 的时候，我更加要观人于微，就是要观察一些细节。然后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是做一个法医，就是说一个切割死人的一个法医，对。然后那个电视剧叫《黑市》，观众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其中一集我是做那个法医，然后呢，就是我们以前就是说。这个人呢，就是他怎么死，然后导演就告诉我，真正的法医呢不会那么
说话不会那么起伏的。哦，你要很冷静，就说，哎，怎么那个子弹穿过了，但是好像没有出声。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至于细节的话，你们有什么再找我帮忙就找我帮忙吧。很简单。对，你千万不要把那段戏提升到一个很抢眼球的、很抢眼球，那个就不是一个继续。所以我另外第三个要忠告想进入这个圈的朋友，你一定要接受你自己是一个螺丝钉，你一定要接受这是一个群体的工作。如果你是一个很个性化的、很个人化的、很想威风的，每一天都要做男一女一的话呢，那我就请你不要进来了。对，那当然了，我恐吓了那么多之后，我也要告诉你很多很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原来你在戏剧当中有很多事情呢，是你平常在真实生活里面没有感受到的。哦，对，比如呢？比如就是说，刚才我没有做过吸毒人啊，对啊，没有做过医生啦，还有我没有做过黑社会的大哥啦，也不可能做到关公吧？对呀。对，然后工程师也不可能是然后呢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要时刻准备着，就是说呢，当你没公开的时候，你就不断的去吸收电影啊，就像我们这样中途加入这个圈的时候，自己要比别的人要更加勤奋。对，所以我相信其实做演员又好，做演艺人员都好，跟大家就是所有观众朋友，你们所有的工作都是没分别的，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都是第一要努力，第二要细节，就魔鬼在细节嘛，对吗？然后第三呢，还是要群体。谢谢陈老师今天能来到我们栏目，真的。最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拜个年，好不好？可以啊。OK， 谢谢陈老师。好，我们祝福大家就是福虎康年。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去循着我的名字去查找我的抖音、我的 Instagram 还有我的 Facebook。 你也在播抖音吗？有啊。哦，我要去看。我的抖音就叫香港陈瑞强。OK， 我的 IG 就是 Anthony Chan 然后我有 YouTube。你也 YouTube 我有把你的 YouTube 有放到那个连结里面了，大家会到你那边去看。可以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让我继续年轻。所以谢谢大家所有的就是客户啦，谢谢所有的导演跟剧组，然后是你们给我机会去演出，然后给我机会去享受戏剧里面的人生。非常感谢陈老师。我们接着今年如果疫情好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在很多国家地区开始要做落地见面会了，可能到时候要请陈老师来捧场哦。可以啊，其实我前一段时间都刚刚跟一个马来西亚的叫有线娱乐电视台，因为他们都是一波香港人从香港做娱乐人士去了马来西亚，然后他们在那个是开了一个多元化语言多元化节目，然后就是我们在香港，他们在马来西亚，然后呢我们都是原来有了这个网上的平台之后呢，我们马来西亚跟香港跟台湾跟纽约跟全世界其实是零距离了。好，谢谢陈老师，感谢所有的粉丝们，感谢你们收看本期的赵世界什么都聊，谢谢陈老师参加。